很多人为了解决方的问题，上网买了瘦脸神器来狂推，定期去医美诊所报到，花很多钱打肉毒，甚至还有些女生为了一劳永逸，狠下心去做了咀嚼肌手术，直接把咀嚼肌给切掉。你去打肉毒，一开始打的效果好像很好，但几年后却发现越来越没效，腮帮子慢慢又长回来了，是不是渐渐觉得自己变成了被无限收割的医美韭菜呢？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这支影片，我们要来告诉在乎颜值的你可能会惊掉下巴的方脸真相。如果你不解决每天睡觉的问题，那你打再多的肉毒，做再多的拉提，你的脸可能还是会不可抗拒的变大变方。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造成国字脸的基本原因。在医学上分为2大类，第一类叫做先天骨架型，第二种叫做咬肌肥大型。现在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自我实测，看看你是哪一种。请把双手放在耳朵下方2指下颚的转角处，用力的咬紧牙关。如果你摸起来几乎没有明显的鼓起，硬邦邦的都是骨头，那你就是先天骨架型。但如果一用力咬紧牙关，你就能感受到厚厚的肌肉明显鼓起，变得很僵硬，那你就是属于咬肌肥大型。这2种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先讲先天的。先天骨架型的颅颜特征是下颚角的骨感非常强，从外观比例看来，脸型的垂直高度通常也偏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短脸型。你的后脑勺通常也比较平，也就是俗称的扁头。扁头主要与婴儿时期的仰睡姿有关，也有部分来自遗传的骨骼特征。短脸型的人牙齿还常会伴随着糟糕的深咬问题，牙医称为低角型面相。这种脸型的人看起来比较有威严，骨架感很强，但深咬会随着时间越变越深，而越来越深的深咬又会让脸越来越方，开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深咬呢？你可以对着镜子，牙齿咬在一起说如果你几乎看不到下排牙齿，这就是深咬。深咬的征兆还会有颞颌关节紧绷，或者是脸部肌肉不舒服的情形。医美解决这种骨架的方式多半是做削骨，然而只做削骨而不处理深咬的问题，就像是修了房子的外墙，却没发现地基已经被白蚁破坏一样。削骨虽然暂时能改变脸型的宽度，但却没办法阻止深咬继续缩短脸型高度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低角型面相的人咀嚼肌方向比较垂直，因此他们常伴随强大的咀嚼力量，这会持续造成牙齿的磨耗。削骨虽然切掉了一部分肌肉的附着点，但如果你依然维持着原本深咬的模式，咀嚼肌为了发挥同样的咀嚼力，可能会产生所谓的代偿性肥大。此外，骨头会因为压力而自我补强，所以通常对于深咬的人，我们都会建议你一定要结合牙齿矫正来提高你的咬合高度，这样你才能够跳脱这个方脸的诅咒。咬肌肥大型的脸部长度通常是正常的，但下巴两侧会有圆圆的肌肉隆起外扩。美国知名的电视主持人 Chrissy Teigen 曾公开自己为了缓解严重的磨牙与颞颌关节痛，他必须常常要打肉毒杆菌。用肉毒杆菌治疗磨牙与颞颌关节症候群是一种毫无逻辑的错误医疗，等一下我们后面就会提到。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为什么咀嚼肌会一直变肥大？假设你想要有漂亮的腹肌，你都需要拼死拼活的重训，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练都不用练，你的咀嚼肌就这么的强大？听到这边，你可能会在想，国字脸应该是基因决定的吧？但魔鬼就藏在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不管你是骨架宽或是肌肉大，这2种国字脸的背后都可能有一个隐藏版的魔王，叫做睡眠磨牙。我们先回到先天骨架型，你知道你的方骨架其实有非常大一部分是你婴儿时期的睡姿所决定的吗？在台湾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固头型做法，老一辈的总是叮咛说，婴儿睡着的时候要多趴，睡觉的时候要侧睡，还要记得帮他换边，就是为了要让他能够睡出一个圆滚滚的漂亮扣头，绝对不能让他长时间的仰躺，避免头睡成了平平的扁头。你以为固头型只是为了好看吗？阿嬷的智慧背后总是有一些医学道理的。在我们头颅底部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关节蝶枕部软骨结合，你把它想象成是我们整个头颅与脸型生长发育的总开关。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头骨是非常柔软的，
如果小时候没有顾头型，你长时间一直仰躺着睡觉，你软软的后脑勺骨就会逐渐变得比较扁。婴儿的头型很容易变形，是因为这样婴儿的大头才能够在妈妈分娩的时候顺利通过产道。大家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一个圆圆的面团放在桌上，面团会变成什么形状？它会往左往右两侧扩散，底部会变得比较扁平。婴儿柔软的头颅也是一样，因为后脑勺被压扁了，原本要朝着正前方立体生长的脸部骨骼就会被迫往左右两侧推开来，结果就是你的头型就睡扁了，当然你的脸型也就变宽了。这边需要提醒一下妈妈，目前西方医学对于婴儿睡姿的建议仍然是以仰睡为主，这主要是因为趴睡可能会带来猝死的可能性比较高。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这一部影片。接下来重点来了，短宽的脸型会带给你一个可怕的后遗症，那就是超级强大的咬合力。也就是说，你天生就是咬肌天才，只要稍微训练一下，脸颊两侧的咬肌就会像是在健身房里做过了大量的重量训练一样。你可能会抗议说，马医师你乱讲，我平常为了小脸，连口香糖都不敢咬，也不吃鱿鱼丝，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偷偷跑去做咬肌重训的？答案可能是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我们的门诊里，我观察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些咀嚼肌特别肥大、有着严重国字脸困扰的人，几乎都有夜间磨牙或是睡觉紧咬牙关的问题。以前的医学一直以为睡觉会磨牙是因为压力太大才导致的。最新的医学研究认为，压力确实是一个诱发因素，但是如果你长期严重的磨牙，甚至磨到牙齿都平了，脸都方了，这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攸关生死的秘密。磨牙其实是你大脑启动的一套极限救命机制。当你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时，嘴巴里无力的舌头也会跟着放松，舌头这一掉就把你的呼吸道给堵住了。你的大脑发现氧气不够了，在你唧唧之前，它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能够反应。这时候吓坏的大脑会立即启动红色警报，紧急命令心脏快速打出更多的血液，以供应缺氧的器官。此外，大脑必须立刻想办法把你那条被堵塞的呼吸道给撑开。可是你人在睡觉啊，怎么办呢？这时候大脑会紧急发出极度强烈的讯号，医学上称为微觉醒。你的大脑会放电，让你从做梦或深度睡眠中被微唤醒。接着它会命令你的咀嚼肌开始启动，透过咀嚼肌的收缩，你的下巴就会被往前推，呼吸道就能够稍稍被拉开一些缝隙，让你能够呼吸到空气。在这个过程中，上下牙齿会产生极为猛烈的撞击，这就是你半夜发出的磨牙声音。这个猛烈的牙齿撞击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会诱发三叉神经心脏反射。这个反射会让因为缺氧而陷入失速狂飙的心脏紧急刹车。为了让你在睡梦中不会因为缺氧或是狂飙到极度危险的心跳而唧唧，你的大脑别无选择，它只能牺牲你的容貌。如果你的咀嚼肌每天晚上都在偷偷的上健身房，进行好几个小时高强度的举重训练，你再怎么打肉毒都只是杯水车薪。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你的国字脸很有可能是因为睡眠中的呼吸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自救呢？第一步，先检查睡眠呼吸。如果你平常就会打呼，早上起床时觉得脸颊很酸痛，白天精神也很差，建议你先去睡眠门诊做一下居家睡眠检测。你要先找出你是不是有呼吸道阻塞以及睡眠缺氧的问题。第二步，电脑咬合分析。如果你没有睡眠呼吸问题，但你的脸还是很紧绷，颞颌关节卡卡，那你要找出牙齿咬合干扰的问题。你的牙齿如果有咬合干扰，咀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头痛、肩膀酸痛或脸颊痛，这些都是颞颌关节症候群的迹象。关于颞颌关节症候群，你也可以看这一支影片。不知道今天听完你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如果你有打呼、磨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尽早就医吧。你的方脸是属于骨架型还是肌肉型？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